刚才那真的是关于保密的大道誓言吗？走出草庐的时候，兰陵娥那双宛若黑珍珠一般的眸子有点失去了颜色，整个人也是东倒西歪，脚步都有些虚浮。培元凝虚丹，没有任何毒性，药性也十分温和，尚未修行的凡人也可以用来补补元气。谢师兄。兰陵娥怯生生地应了一句，接过丹药，侧身放到小嘴中。这丹药触碰到口中津液就瞬间融化，宛若一口甘甜的清泉，让他忍不住发出一声轻哼，瞬间打起了精神。入口就化了，好清凉的感觉。这个小师妹确实是挺可爱的嘛。以后呢，你也是小琼峰的一份子了，我先带你在周围逛一逛，熟悉熟悉环境。稍后等师傅过了药劲儿，等师傅打坐完，应该会给你传授入门心法。如果修道有什么不明白的，可以随时来问我。谢谢师兄。来，先来看看湖里面养的灵鱼吧，这可都是好东西，也是咱们小琼峰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兰陵娥连忙跟了上去，踩在柔软的草地上，踮着脚朝着湖内眺望。湖水异常的清澈，里面那一条条的游鱼轻松自在，无忧无虑地嬉戏着。看，那几条五彩斑斓的灵鱼，漂亮吗？哇，真的好漂亮啊！兰陵娥重重地点点头，也被这些灵鱼吸引了心神，不断地发出轻轻的赞叹声。就听一旁传来自家师兄那温柔的嗓音：等你练出第一口气了，咱们就开个灵鱼宴。这种五彩鳞片的灵鱼名为狸尾，不仅味道鲜美，无论煎蒸烤炸都是一等一的美味。更难得的还能为炼气师提升第一口灵气的质量。要吃的吗？不然养他们做什么？开饭了！李长寿左手扬起，袖袍挥舞，撒出去一把米粒。一条条灵鱼从四面八方游过来，湖边也顿时热闹了起来，看得兰陵娥双眼一阵放光。给，这里是鱼食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以后每天喂鱼的使命就交给你了。谢谢师兄。哇，每天又少了一点活，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修行上了。从这个角度而言，有个师妹也挺不错的。兰陵娥小手一扬，一把把鱼食撒下去，里面的灵鱼成群结队晃来晃去，玩得不亦乐乎。李长寿在旁等了一阵，屈指微弹，湖面炸起两道小小的水柱，两条狸尾被推出水面，又被他凭空射来，用湖水裹成水球送入了袖口。师兄为什么要把鱼放进袖子里？送礼。别看咱们堕仙门是修仙门派，人情世故跟俗世也差不多的。稍后要带你去登记，总不能空着手过去吧？不是很懂。让师兄费心了。不碍事，玩够了就来找我。来啦！李长寿背着手飘去了不远处的药铺。兰陵娥看了眼湖边扎堆的这群鱼，对他们轻轻挥了挥手，连忙跟了上去。药铺旁，李长寿简单地介绍着里面这数百株灵药的种类和功效。灵娥，你要记住了，这种药呢是用来固本培元的。旁边的这一株长得和它比较像，但是你千万别搞混了。它的作用恰恰相反。兰陵娥在旁边努力地记着，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师兄化为新晋园丁的他，
听着师兄那温暖的嗓音，不由又想起了一直都是温声细语的母亲。小琼峰上的景色不错，却也没有太多需要介绍的。李长寿带着新来的小师妹在草庐周围转了2圈，给师妹规划出了建造新草庐的区域，就施法招来一朵白云，驾云带着兰陵娥飞去了群山之间。兰陵娥忍不住问：师兄也可以踩着仙鹤飞空吗？只要能够御物都可以。哇，白云变成仙鹤了！哇，这就是一些简单的障眼法罢了。比起这些，以后你要在门内御空，也要记得几件事。什么事呀，师兄？李长寿清了清嗓子，整理了一下此前准备好的教学思路，还是决定要从小处出发，从小事开始指导师妹。首先呢，就是在门内的御空高度，不能太高，也不能太低。高处经常有一些门内的前辈高人路过，与他们正面碰到了，容易冒犯。师妹啊，你要记住，被这些前辈高人关注到，有5成的概率会留下好印象，5成的概率会留下坏印象。留下好印象不一定会得到什么好处，留下坏印象必然会留下一些隐患。所以呢，最好就是不被他们注意到，遇到了就行一个礼，做好自己本分的事就够了。灵儿记住了。还有，也不能飞太低，因为太低了容易飞过一些山峰有建筑的区域。门内虽然表面上一片祥和，但是暗地里也是有竞争的，还有很多人在意一些无聊的排位，如果飞得太低的话，又容易被他们所针对。所以呢，经过100年的摸索，本师兄总结出了一个合适的山门内御空高度，就是从咱们住处出发，升空30丈到50丈。这个高度很少遇到同门，更不用说前辈高人了。师兄果然很帅气，考虑事情也十分周到。伴随着师兄一路不断的叮嘱声，兰陵娥被带到了渡仙门的主峰。这座山峰位于渡仙门群峰的最中央，也是最为挺拔、最为高耸的山峰，若破天之剑，贯入云霄中，所以这里也被称之为破天峰。破天峰峰顶有一座仙殿，那是掌门和诸位长老、峰主议事之地，平日里也是禁飞区，门人弟子没有特许不可接近。在破天峰半山腰的位置，有一片依山势而建的楼阁殿宇，这里每日都有诸多人影走动。经过师兄的介绍，灵娥也了解到了，这里是渡仙门处理门内事务的办事处，各峰弟子们都要来这里领取每个月的月供，并且定期汇报自己的修道进展。走在此地的青石路上，兰陵娥惊奇地发现自己和师兄仿佛隐身了一般，在此地有形形色色的同门，却没有一道目光会落在他们的身上。就算偶然有人的视线会看向这边，也都会平滑地掠过。李长寿的嗓音在灵娥耳中响起，依然在孜孜不倦地教诲着。灵娥啊，你要记住了，不被人关注，降低自己的存在感，就是避免沾染因果的最好方式。我改良了一门隐藏自身气息的道术，等你修为入门了，就传授给你吧。谢谢师兄。不用，这都是师兄应该做的。啊，前面就是百饭店了，我们进去吧。哟，这不是长寿师侄吗？弟子长寿，见过师叔。禀师父叮嘱，此次前来是为我这师妹登录名册的，领取身份牌和月供。哦，这是弟子的一点心意，望师叔笑纳。哎呦，长寿师侄客气了，区区小事嘛。那个
不如长寿师侄留下来，一起用个午膳嘛。殿内，兰陵娥看着自己师兄摸出那2条灵鱼，跟一位负责门内登记的中年道长热络地话着家常，忍不住眨了眨眼。哇，师兄他好成熟的说。灵娥呀，你可知何为气？气乃天地之脉络，生灵之呼吸，万般修行皆由气始，千种神通尽为气化，吐纳轮转，始为周天。为师今日所传你的，就是咱们渡仙门之道程一气正天诀的基础篇。此篇乃铸造道基之法，便是放眼5部洲之地，也是1等1的筑基法门。便是今后你要修行其他功法，也可凭此法筑基。灵娥，灵娥，徒儿在。湖边柳树荫，兰陵娥收回了不自觉就瞟向湖中的目光，有些不安地吐了吐舌头。齐元老道扭头看向湖心，笑道：你师兄在参悟水遁之术，不要被他影响了心神啊！且听好，为师为你讲解本篇功法。兰陵娥收摄心神，仔细听着师父口中所说的修行妙法，努力理解着这些语句的意思。然而不过一会儿，师父，师兄消失了。兰陵娥杏眼圆瞪，指着湖面。齐元老道扭头看去，顿时无奈一笑。那是遁法啊！走走，咱们去屋内修行。你师兄对各种遁法有浓厚的兴趣，这应该已是他掌握的第6门遁术了。师父，遁法是什么？遁法是法术的一种，可以让施法者迅速穿行于不同的环境。水遁之法就是能在水中快速穿梭，比游鱼还要迅速。看，你师兄那不是在湖边出现了？这遁法之速已是颇为不凡。兰陵娥踮着脚看去，刚好看到自家师兄那修长的身影从远处湖边冒了出来，站在水面上静静而立。哇，师兄好厉害！若说遁法，在咱们渡仙门，你师兄确实称得上厉害2字。若是他在其他术法上能花在对遁法一半的心思，为师也就能安心几分了。兰陵娥轻轻眨眼，已是跟着师父进入了草庐中。齐元老道随手招来2个蒲团，将草庐的木门带上，手中拂尘轻轻地敲了一下小徒弟的脑壳。专心听讲。兰陵娥连忙盘腿坐好，这次总归是能静下心来了。湖面上，李长寿踏步而行，走了2步后，身形化作一股水流，消失不见。几个呼吸之后，又出现在了湖中心的位置。水遁成了，就是速度好慢。不过施展水遁的时候，能让自己融于水中，倒是能够抵抗一些法宝的轰击。水利万物而不争，水在千舟而不崩，确实值得继续摸索。李长寿负手而立，一阵思索，随后便继续在水上漫步，没走几步就直接消失在水面上。经过他不断的摸索，很快就不需要在水面走路，只需要接触到湖水就可以直接施展水遁。李长寿犹不满足，继续潜心琢磨着，似乎完全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。直到午后，齐元老道的传声将他给喊了回来。灵娥尚未辟谷，
总是吃饱负担也不行。稍后你搭茅庐时，也再起个灶台，自灵娥辟谷之前的这段时间，为他每日做一餐饭菜。弟子遵命。为师修行去也。灵娥，你若有事，可找你师兄言说。是，师父。兰陵娥也模仿着师兄的动作，像模像样的对师父拱手应答，但小肚皮却刚巧不巧的发出了一阵阵咕噜噜的声响，让他俏脸瞬间涨红。齐元老道哈哈一笑，化作一缕青烟消失不见。李长寿也是面露微笑，却将目光看向湖边，避免让小师妹太尴尬。师兄，师父刚刚用的是烟盾吗？啊，烟盾啊，那是幻形术，主要是对敌时用来保命用的，也可以伤敌困敌，算是咱们师父的拿手绝活。想学吗？要等你修为境界有些火候，让师父传你就可。哦，那师兄的水遁呢？灵娥现在可以修行吗？水遁要更迟一些，需要等你迈入炼气化神之境才能修行。五行遁法都是这般，现在不要多想，刚完成第一次打坐的菜鸟炼气师。兰陵娥眨了眨眼。师兄，菜鸟是什么意思？哦，大概就是笨手笨脚的初学者。李长寿笑眯了眼，带着兰陵娥走向了药铺旁的空地。想吃什么？咱家山头野味不少，你若是没有忌口的话，我就自行给你推荐了。野味？师兄，我们中午吃这些药草吗？当然不是。李长寿右掌向前探，一颗石子从侧旁飞来，在他掌心转了一圈，随之便带着一阵尖锐的呼啸声朝林中直直飞去。兰陵娥禁不住发出了一声赞叹，而山林中顿时一阵鸡飞狗跳，惊起了一群又一群的飞鸟。很快，一只生有3色彩羽的锦鸡破空而来，那枚石子嵌在锦鸡胸口，这只灵禽早已一命呜呼。石子一去一回，又被李长寿随手扔到了一旁的草丛，把兰陵娥看的是双目异彩连连。不多时，李长寿已经熟练地在湖边架起了烤架，又把锦鸡褪毛除脏，拿出自己珍藏的几罐调味品，开始在那儿勾引小师妹的口水。师兄，刚才那石子是什么法术？飞出去为什么还能飞回来？啊，简单的御物罢了，只能算是一些小术。如今的修行界，或者说整个五部洲中，最流行的打架套路就是祭炼一些法宝，将自身修为加持在法宝之上，用法宝砸人。这种御物的术法就是控制法宝的基础。你刚刚开始修行，对这些自然都不太了解，今后再慢慢说给你听吧。兰陵娥跪坐在一旁，小手理了理耳旁的一缕青丝，细若蚊声。感觉师兄的法术都好厉害。